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南极地心人。长期以来呢，南极一直都是怪异事件的源头嘛。关于南极的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基地的传闻，可以追溯到1946年。当时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抵达南极呢，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将美国的主权扩张到南极。这项任务原本要持续6个月的时间，相反它却只持续了6周。当时的目击者就声称呢，有攻击性的飞碟状的飞行器呢，将海军赶出了该区域。那在1985年呢，一架医疗飞机被迫飞越了南极附近的禁区呢，机组人员就看到了冰面上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宽大的洞穴。当机组人员返回地面的时候呢，他们被一群穿着西装的人带走了。他们有着典型的黑衣人的外观。而在20世纪90年代呢，海军的机组人员在南极就报告说有很多营盘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越过很多南极的山峰。结果呢，机组人员就被告知不许谈论此事。在2003年呢，一组执行秘密任务的海豹突击队员呢，在南极的冰层中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史前文明遗迹。它是由一种不是金属也不是石头的东西制成的，它摸起来很温暖。那上面呢是有一扇八角形菱形形状的门的。而在2018年呢，南极的科学家就发射了气象气球，研究来自于太空并撞击地球的宇宙射线。他们如预期的那样发现了宇宙射线，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呢，宇宙射线居然来自于南极冰层下2英里的深处。由此可以肯定呢，南极正在显现一些未知的神秘事件让公众知道。在1995年11月呢，一位海军飞行工程师布莱恩与30多名机组人员一起在马利伯德兰附近低空盘旋。这是南极西南部的一个地区15名科学家在此扎营。而飞机从营地以东几百英里的麦克默多基地起飞按照常规的规定科学家们每天都要通过无线电报告给他们基地情况的。但是麦克默多站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收到科学团队的消息了。这些科学家来自于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他们的任务是例行研究天气状况、采集冰样、记录野生动物等等。他们没有理由离开这个基地而不汇报的呀。于是这个布莱恩就开着 C130 飞机来查看这个科学家的这个营地情况。当时天气他说晴朗，能见度很好，他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学家的那个营地小屋、油箱、一些设备还有雪地摩托都被排成一排，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而他驾驶的这个 C130 飞机是一台4引擎的涡轮螺旋桨大力神飞机，它的声音很大，如果这个小屋营地内的人员听到都会从小屋里出来挥手的。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小屋里没有人。于是救援团队降落后环顾四周，没有人影。时间大约是在1周前这15名科学家被空投到这里，他们还带了1个月的补给。那现在这里却没有任何人的迹象。机组人员检查了无线电，他们工作居然都是正常的。而他们用无线电还联系了麦克默多站的指挥官，说这里没有人，没有尸体，没有打斗的痕迹，就像是他们凭空消失了一样。于是上面来命令了，说让他们最后再飞一次搜索航线，如果找不到他们就返回基地。于是布莱恩就驾驶着 C130 又飞了几圈，看看有没有科学团队的踪迹。然而没有什么发现大约1个小时后他们就飞回了麦克默多基地了。那南极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那里时不时就会有人死亡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1个多星期后C130 机组人员就接到了紧急命令，让他们立刻前往马利伯德兰营地。也就是说，那些消失的科学家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突然之间回来了。他们刚刚通过无线电还紧张地联系了基地，他们声称他们想立刻离开那里，马上离开。那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呢？南极洲是地球上最偏远未被开发的地区之一，98%以上的南极洲是被厚厚的2英里甚至是3英里的冰盖所覆盖的。尽管天气极端恶劣，交通不便，但人们仍然在南极洲进行着考察。有些发现暗示着数英里的冰层之下隐藏着外星先进的技术和失落的文明。因为在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南极的冰盖的地貌中有几座金字塔和类似金字塔的结构。而官方的解释是这些都是天然的岩石，但也有一座金字塔的几何图形是非常精确的，每一个边角都与真正的东西南北完全对应。自然界中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看起来像是智慧生物设计的。而科研人员就发现了一座巨大的 1.2 英里宽的金字塔，
它有可能就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金字塔之一了。这里就表明所有其他的金字塔呢都是仿照它的样式建造的。这是否再次暗示了一个古老的种族呢在这里建造了一个金字塔作为纪念碑，或者是为了产生能量呢？之前宇哥也讲过尼古拉特斯拉嘛试图创造免费的无限能源的故事。在他创造的那个沃登克里佛塔的实验中呢，特斯拉就认为在很早以前的那个吉萨大金字塔就是一种无限能源的设备。他测试得知吉萨金字塔的下面是相互连接的，而特斯拉就说呢，当它们连接起来的时候可以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产生无限的能源。而地质学家呢就声称南极洲呢已经被冰冻并无人居住超过了1200万年了。是谁在这个数千英尺的冰层之下建造了史前的金字塔呢？而南极洲呢是一直到1820年才被发现的，直到1840年才被证实是一块陆地。但较旧的这个地图就显示呢，南极洲在早期并不是一块巨大的冰冻大陆，而是一片没有冰的土地，是一片动植物共同生活的绿洲。那么早期的南极没有被冰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当时的南极并不在那个位置。一个叫查尔斯·哈普古德的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和探险学家呢，哈普古德就认为早期的南极洲呢是气候温和，所以南极洲上一定是生活着一个文明的。因为当时的南极是不在南极那个位置的。在12000年前呢，突然发生了一次地壳运动，猛烈的位移呢就将南极洲移动到了寒冷的极地的纬度。而有证据表明呢，地球表面的部分区域可能是沿着这个熔岩的内层而发生过剧烈运动的。这几乎可以是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大陆的形状。所以这个哈普古德呢还使用古老的地图来帮助与支持他的理论。那古老的地图之中呢，这个南极洲当时不仅没有冰，而且位置呢也不在那个位置。哈普古德就说呢，这种转变可能在不到1周的时间之内就会发生，甚至1天之内就完成。如果哈普古德的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那一场破坏将会是灾难性的。如果南极洲突然向南极移动了1000英里，任何文明呢都将会被毁灭，冰层将在他们的上空立刻形成。那到底是什么可能会导致这个地球的极点在1天之内移动了7度半呢？在1974年意大利的海军工程师巴里罗就出版了《冰下文明》一书，他就提出呢，失落文明的遗迹呢可能隐藏在南极洲的冰层之下。他说，南极洲曾经是一个繁荣文明的家园，后来由于一次重大的撞击事件，整个大陆突然之间被抛向了南极。如果在12000年到13000年前发生过一次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呢，它可能会导致地壳发生移动。我们都知道，大约12800年前呢，地球突然变暖，融化了地球上的冰盖，那么海平面上升了数百英尺。如果是一次撞击的话，那这个结果就使地球的两极移动了7.5度，这就使得这个哈普古德的说法就完全说得通了呢。而绘制哈普古德所找出的那个古地图的文明呢，显然是高度先进的文明，因为古地图显示了只能从高空中俯瞰的一个特征而绘制的。所有的这些呢，都有可能与亚特兰蒂斯的故事线相吻合。你看，岛国、先进的人民、突然出现的教义，而每一个时间的顺序的排列的事件都完美的与亚特兰蒂斯排列在了一起。那么当数英里的冰开始堆积在他们城市上空时呢，这个文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们又去了哪里呢？其实他们哪儿都没去，他们还在冰层的下面，他们进入了地心。当这个布莱恩开着 C-130救援队呢从墨脱基地出发，抵达了这个马利伯兰基地之后呢，距离他说不到2个小时飞机就降落了。机组人员就看到了这些等待救援的科学家们把所有的装备杂乱的都堆在了地上，急于离开那里。而科学团队呢，在绝对沉默之中登上了飞机。机组人员当时问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还好吗什么的，他们只是默默地发呆看着地面，几乎是精神错乱，显然是他们受到了很多的惊吓，当时还处于震惊之中。而机组人员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和热咖啡。2个小时的路程之中他们15个人没有人说一句话。当 C-130降落在了麦克默多站时候呢，科学家们被告知他们必须出于某种原因要换成另一架飞机嘛。但是呢，当时他们每个人还是待在原地不动，所以必须有人上飞机亲自为他们解开安全带，而把每一位科学家呢从他们的座位上扛起来，完了把他们抱到外面去。显然呢，他们声称这些人看到了什么，并且是患有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他们就像僵尸一样走到了另外一架飞机，然后呢上了飞机回去了。而他们留下的研究设备呢，被放到了一个空的储物设备里。当时的救援人员就被告知不要进去，设备呢已经被隔离了，而设备将保持锁定和保护的状态。所以这些设备最终呢被带到了俄亥俄州的帕特森空军基地。如果你了解 UFO 传说的话，你就会知道被打捞出来的所有的飞机呢，他们唯一去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帕特森基地了。而帕特森呢也是空军不明飞行物调查大队蓝皮书计划的总部。当时呢救援队呢被叫进了指挥官办公室，里面有2个刚从华盛顿赶来的便衣男子，他们立刻就告诉机组人员说，你们永远都不要再提及此件事情，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而飞行工程师布莱恩对此表示同意，他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参加闭嘴会议了，大约在10年前呢，他也在这个房间开过同样的会议，但那一次会议呢不是关于地面上人员和设备的，那是一场关于布莱恩在空中看到东西的会议。他就回忆说那是在2003年一支海豹突击队的队员从麦克默多基地呢被派往了比尔德莫尔冰川地区。那官方的说法就是他们正在进行例行的侦察任务，该小组的任务呢是找到一名科学家，收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将他呢送回基地。那海豹突击队的指挥官，他的代号叫斯巴达1号，他和他的团队清楚地知道呢这一项研究极其重要，必须呢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护那个科学家回来。但是奇怪的是这些科研人员只是一些在冰川拍照片的普通科学家呀。所以当海豹突击队接近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居然看到了一个黑色的8边形的一个顶部，它突出的在这个融化的冰雪上方大概18英尺。那斯巴达1号当他走近之后，他说他居然看到了一扇巨大的门，它有23英尺高，上面呢居然有一个符号标记。他认为这些标记呢看起来像是星图，而门上呢是刻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中间还打了一个交叉的叉。那这个符号呢在历史上出现在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记者琳达采访斯巴达1号和他的目击者呢，就向他展示了在1993年墨西哥城发现的一枚硬币的照片。而斯巴达1号立刻表示，这个硬币上的图案呢就跟这个建筑门外的他看到的那个标记一模一样。斯巴达说他当时轻轻地推了一下那个门呢，它有20多英尺高，18英尺厚，它很容易居然被打开了，而它保持着完美的平衡。于是海豹突击队呢就进入了这个大楼。他说室外当时零下呢是40多度，建筑内的这个温度居然在20到23度之间，是人体适宜最舒服的那个温度。当他们进入门之后门居然在他们的身后轻轻地关上了。团队当时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他们居然看到里面房间非常的大，长度呢相当于7个足球场那么大。那斯巴达1号和他的团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完了整个长廊的长度。他说这个长廊上的墙壁是发出柔和的黄绿色的光芒，尽管他们看不出这个光源是来自于墙体本身，而且墙上呢还刻着一排排的文字。斯巴达就说呢，这些文字让他立刻就想起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玛雅文字，但是呢他们是不一样的。而海豹突击队就发现他们的科学家们正在这里拍摄这些建筑物的照片和样本，于是他就问这个科学家，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大呢？而科学家就回答他说，总共占地呢居然有62英亩，也就是超过了270万平方英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建筑，只是大部分呢在冰层之下，而这只是该地区的几座建筑物之一而已。这一扇巨大的门呢是进入该建筑的唯一途径。但是他说在1年之后呢，人们居然发现了其他的入口。进入这些入口的唯一方式呢，居然是乘坐潜艇，必须是在海底冰层之下2英里的地方呢，才能够有一个入口进入这个建筑物。布莱恩就说这里面居然是有人居住的，但是呢，他们声称他们是地心人。那布莱恩还说呢，还有一次呢，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那个 C130 的机组人员执行了许多飞越南极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通常都是前往补给站运送物资但大部分都是例行任务。他说有一次的任务居然改变了他所认知的一切。当时布莱恩说他有一次收到消息他的机组人员准备要在南极的另一边的灾难之中紧急运送一名受伤的科学家。那在麦克默多站接收了额外的医务人员之后呢，他们就飞往了横贯山脉。在接近南极时呢，布莱恩注意到他的导航员正在绘制一条不寻常的航线，他们正在直奔一个标有空气采样站的偏远营地。他说这是一个禁飞区域，所有的飞机都禁止进入的。
但由于有人生命危在旦夕嘛，于是机组人员就违反了禁飞命令了。随着飞机飞入了禁飞区呢，布莱恩说他看到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那布莱恩就说他看到了冰上呢是有一个300英尺宽的洞，而整个区域呢都有轨道，轨道一直延伸到洞内。显然这个空气采样站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空洞，而布莱恩和他的团队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茫茫荒野之中的空洞要如此保密呢？等他们将这个病人安全送到了麦克默多站之后呢，队员们立刻就被叫到了指挥官的办公室。房间里呢是一位他们从未见过的军官。这个新来的军官立刻就询问了他们为什么违反了禁飞的命令，去了禁飞区域呢？而机组人员就解释到说他们别无选择，不然的话绕一圈的话病人就会死。然后呢，军官开始慢慢的来回踱步，最后呢他就说，好吧，先生们，你们要假装呢什么都没有看到，你们呢也没有飞过那个区域，并且永远都不会再谈论此事。于是呢，机组人员又同意了。这个布莱恩就说他从海军退役几年了，尽管他从未签署过保密协议，但他仍然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全名。他说他在海军服役多年呢，在南极洲执行过数百次任务，他和其他的机组人员一样，多次看到过银色的不明飞行物。这种现象如此的常见，以至于它都成了我们食堂里日常谈论的一个玩笑。布莱恩呢并没有过多的在意这件事情，直到几个月后呢，他被指派到带领一组科学家前往南极的圆顶建筑，而这个圆形的圆顶建筑呢是在2010年就已经退役的建筑。但当时呢，那个圆顶建筑内还有办公室和实验室。他说那里还有一间厨房。有一天呢，他说布莱恩就在厨房居然听到了一些科研人员在谈论着臭名昭著的空气采样站的事件。那两人就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位于禁飞区域的那个采样站旁边有一个亚提冈冰洞。那些人说他们要回去那里去见一些访客。布莱恩听到那些机组人员说过类似的话语，他们说他们要带着这些人去南极的洞穴与访客交谈。那最后布莱恩忍不住就问他们说那访客是什么意思？他们居然说我们的印象中他们不是人类。布莱恩就说在我看来，他们所谓的访客呢似乎就是外星人，因为他们没有称他们为人类。那多年以来呢，一直有传言就说南极的冰层之下300英尺的深度的洞穴呢是通往地心基地的入口，是人类呢与外星人正在合作开展某种项目的基地。我们不知道这个项目是什么，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谷歌地图，而军方呢正在努力地掩盖他们在南极的洞穴。但有些照片呢他们无法解释。比如说在2007年呢，谷歌地图上就出现了一张非常可疑的图片嘛，那里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洞穴入口，似乎旁边还有楼梯通向入口。入口的周围呢，地面呢还产生了变色，好像有机器设备呢正在进出一样。而开口呢是250英尺宽。图片发布几个月之后呢，它居然从谷歌地图上消失了。而在2002年的4月呢，亚特兰大电视台的这个制作公司摄制组呢，他们就前往了南极。他们正在调查传闻在冰层下2英里处进行的大规模考古挖掘事件。没有想到摄制组居然失踪了。最后呢，海军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们的营地和一些设备，在发现的物品之中居然有一盘录像带。那2名海军军官呢，在返回麦克默多基地呢，就向这个科学家展示了录像带。他们播放了录像带，录像带中就展示了壮观的废墟和其他他们无法进入的东西。还有一个神秘的美军的军事探员呢，显然在冰层下2英里处发现了一个古老的金字塔建筑群。最后呢，美国军方阻止了录像带的发布。那亚特兰大电视台呢，想要起诉拿回他们的录像带呢，最后他们没有赢得这场官司。几年后呢，这个电视台被迫破产了。而以上种种的事件让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南极冰层下是否在掩盖着什么秘密呢？大家怎么看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